調查一下，大家拿到手機安裝的第一個軟件是什麼呢？講道理，相比起系統自帶的第三方的應用，總給人一種功能更全、更好用的感覺。那些應用在商店裡面動輒就是幾十億次的下載，官方應用有這麼難用嗎？手機底部的 dock 欄可以說是桌面裡面的 CBD 了。既然每家都自信的把瀏覽器放在 dock 欄裡面，那我都不敢想這瀏覽器做的是有多好用啊！是，這滿屏幕的新聞、小說還有短視頻。而且我都沒咋用，这占用就1個 G 了，這真是官方的啊！而且打開某些網站的時候，就直接提示相關法律法規。非常抱歉。那有的小伙伴是不是就要說了，瀏覽器誰用自帶的呀？那玩意兒全是廣告。確實，甚至連 OPPO 的晨曦自己都不用自家的瀏覽器。除了蘋果的 Safari 那種簡簡單單的以外，其他瀏覽器一打開，就像走進了那種貼滿小廣告的巷子裡。但是你放棄了他們自己可沒有放棄啊。其實有很多居然還有點好用的玩意兒，有的自帶瀏覽器還有絕活，比方說 vivo 瀏覽器的觀影模式。你看這俩網站，你會選哪一個呢？但是如果我告訴你，這其實是同一個網站呢？在檢測到進入的是影視網站之後 ，vivo 瀏覽器會自動進入觀影模式，這個模式完全沒有廣告。還能直接下載視頻，簡直無敵，好吧？而且用 vivo 瀏覽器，你想看什麼，直接在這個 AI 搜影室裡面輸入，點個播放，直接在線就播上了。電影、動漫、綜藝、電視劇都能搜到，就離譜，好吧？而且其實也不止 vivo 能做到啊，我研究了一下，發現 OPPO 還有榮耀也是可以的。他們酷列出一大堆的鏈接之後，還不忘提醒你小網站有風險，他真的我哭死。但是不好好處理一下這些瀏覽器，想捏着鼻子用很難忍，還是得手動切換到簡潔模式，再把通知權限一關，這一下子呼吸就通暢了。這樣看是不是感覺第一方也挺有意思的？現在呢，我可能會考慮2個瀏覽器都裝上，一個專門用來看劇，一個專門用來瀏覽網頁。笑死，跟 AI 說話得說清楚了。你看，我剛才本來想搜一個電影的，我就說我花樣女王。什麼叫你好呀，花樣女王？這離譜！天氣 App 也是給第一方應用找替身的重災區，感覺很多人習慣到手先裝一個第三方天氣。是這樣的小伙伴扣個1給我看看。網上隨手一搜，全都是吐槽自帶天氣預報不準的。最近深圳也是雨季，但是 iPhone 那個天氣，要麼就是外面下着雨，顯示個多雲，要麼就是外面陽光明媚的，手機上面卻在下雨，這就有點……我說天氣 App 一定要能看天氣的，有沒有懂的？查了一下，雖然大家都是從國家氣象局得到的原數據，但是合作的數據處理平台和算法都不一樣，所以同樣的數據分析出來的結果也是有差別的。你看，我用6台手機查同一個地方的天氣，小雨、中雨、大雨，甚至還有雷暴雨的，各報各的，這我信誰的呀？所以到底要用第一方還是第三方？我們比功能。不管是哪家，外觀還有動效，大家是捲起來了。什麼雨滴飞濺，打在卡片上面会有水滴，這些都是標配了。還有電閃雷鳴，傍晚的時候還能看到紫色的晚霞。桌面上的圖標還可以根據天氣來變化，自帶天氣好看這一塊是沒得說了。應該沒有人想用這種吧？我乍一眼都看不出現在是什麼天氣。而且要我說，這些第三方天氣開屏就是廣告，還到處都是讓我解鎖的 VIP 彈窗。像這個彩雲天氣啊，它還自帶了一個 AI 小助手，跟他簡单聊了5句話，依舊是開 VIP。再換一個軟件，這個卡通助手是何一位啊？下午好，深圳，今天白天到夜間多雲，27到34摄氏度。往下一翻，直接就開始刷資訊了，就差個貸款借錢了。這我為什麼不用系統自帶的？結果我看應用商店幾個第三方天氣的下載量都賊高，誰能說第三方他們到底好在哪兒呢？之前想看晚霞預報，我還看麗景天氣，現在我直接小紅書看，天天都是世紀晚霞。反倒是最近我覺得自帶的天氣應用功能真不少了，還有空氣質量啦、風速啊、紫外線強度之類的，這些數據 App 裡面都有標的，降雨圖等等，這些也是大家都標配了。功能這一塊早就不是以前那個只能看個數字的程度了，但有的時候對着這一大堆數据，一時間都沒有什麼概念，我還得想想看風速幾級到底才算是大呢？% 幾十到底是什麼意思呢？鴻蒙天氣不用往下翻 ，AI 天氣預報會直接用人話告訴你天氣怎麼樣，風有多大，要不要防曬，就像聊天一樣告訴你。每個卡片點進去也會有詳細的解釋，你還可以直接生成個今日穿搭。你們看這一套好看嗎？
而且鸿蒙这個天氣還有點浪漫主義在的。本來打開天氣只是想看看溫度，它還會提醒我今晚能夠看到火燒雲，而且別的天氣也就顯示個日落時間，但鴻蒙還會主動告訴你看到霞光的概率，還有最好的觀測時間。這些功能第三方呢都藏在角落裡了，故意找都很難找得到。而且如果你用的是華為眼鏡，早上戴上眼鏡，它會直接問候你的同時把天氣播報出來，手機屏幕上面也會全屏顯示今天的天氣狀態，非常的貼心。再給你們一個小 tips 哦，如果你特別在意某一個數據的話，還可以長按把它添加到桌面。你不想看的卡片也可以直接在這裡刪掉。這個天氣說一句遙遙領先，應該不過分吧？不過 vivo 這個天氣得要點名批評一下啦，不知道的還以為你也是第三方軟件呢。你看主頁這裡有2個按钮，對吧？我隨便點進去哪一個，底下一滑都是資訊，但這個它還關不掉。雖然這個是在2級頁面裡面影響不大，但是就是知道了以後你就很膈應，很難受。OK， 好了，現在不是我一個人難受了。下一個，不知道小伙伴們有沒有突然腦霧的時候，上一秒鐘還在說的事情，下一秒鐘突然就想不起來了。這個時候用手機幫忙記一下就是最靠譜的了。在這一點上，感覺 iPhone 和非 iPhone 就是2個世界了。舉個例子哦 ，OV 的代版就像毛坯房，想分個類沒有，想添加小點沒有，想要加2句備注還是沒有。而且他們的 AI 助手自己也沒有搞懂他們自己軟件的邏輯。OPPO 的小布居然會說自己不支持創建代辦，而 vivo 的藍星小 V 倒是可以創建日程和筆記，但是創建完你到日曆還有原子筆記這2個 app 裡面是找不到的。一看才發現啊，全都給放進小 V 記憶裡面了。這樣桌面上面有一個日程，小 V 記憶裡面也有個日程，桌面上面有個筆記，小 V 記憶裡面還有一個筆記。好，這到底是要幹啥呀？這裡臥龍鳳雛都湊齊了，結果還有個高手，鴻蒙這個更是重量級。華為這個還得調用 Agent， 之前還要一格一格的往下滑。後來呢，我又試了一次，這一次它直接把時間打進備注裡面了。好，直接假裝給我設這個提醒是吧？感覺各家都有 AI 記憶以後，廠商們也確實該好好思考一下了。現在 AI 助手可以說是一個比一個聰明，結果本質上還是個獨立的 app。和系統應用的聯動這一塊，不得不說，還真是得看蘋果。雖然 AI 這一塊紋絲不動，但是手動操作的功能是非常齊全的。提醒事項可以添加子項，也可以創建分類，還能設置地理位置提醒。你走到附近時，手機就會自動提醒你。你想叫 Siri 幫你創建的話，它也能分得清待辦事項和日程。不僅如此，屏幕上面的小組件還能選擇分類顯示，可以只查看日期在今天的任務，也可以只顯示某一個類別。如果你是一個超級時間管理大師，你還可以把負1屏直接改造成這個樣子。我暫時是沒有發現比這個提醒事項更好用的了，建議其他廠商都來對着查漏補缺一下。安卓陣營這邊如果需要完整一點的功能，就只能試試看滴答清單或者是微軟的 To Do 了。它們的功能和 iOS 的提醒事項一樣很全面，還都能做到跨平台同步。滴答清單可以關聯微信，直接在微信上面創建任務。微軟 To Do 可以為不同清單自定義背景，聽起來都賊強，但是用起來才知道，滴答清單這些功能都得開13.9塊一個月的高級會員，免費版本的任務數量都有限制，滿了之後還得找時間手動清。而微軟代办它有個自定義背景的功能，但是在新建任務窗口彈出來的時候，圖片也會跟着跑，給人一種很糙的感覺。而 iOS 版本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，蘋果最佳開發者這一塊哦。Only Apple can do。所以我在想，要是有一部手機能夠同時擁有 vivo 的瀏覽器、華為的天氣、蘋果的提醒事項，那我這手機不就更好用了嗎？所以說到底，我還是建議廠商們多多互相學習哦，反正受益的都是咱們用戶嘛。說到這裡，有沒有你覺得哦原來如此，或者是很想吐槽的系統應用呢？歡迎你在評論區裡面分享出來。OK， 那麼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所有內容啦。如果這期視頻還有點意思的話，記得給我點讚、3連關注哦，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。那我是鐵里，咱們下期再見吧，拜拜。